最近的热闹新闻大家都在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说了半天却没人戳到真正的要害。既然没人说，那我来讲。你听完之后可能会重新理解整个事件背后远远不是一个酒驾撞人的小事故。故事要从7月26日凌晨3点半说起。一个叫杨兰兰的23岁中国女孩在澳洲悉尼开着一辆价值不菲的劳斯莱斯，酒后驾驶直接撞上了一辆奔驰。奔驰司机当场重伤，脊柱断了，肋骨断了，髋骨断了，股骨也断了，几乎是全身报废。最讽刺的是什么？杨兰兰自己毫发无损，连个擦伤都没有。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正常来说，这样的案子就是一起严重的刑事事故，酒驾加豪车加年轻人本来就够敏感了，但偏偏这个受害者身份不一般，他是澳洲知名电台主持人的专职司机。主持人一怒之下直接在节目里曝光，这事才轰动开来。否则你想想，如果受害者只是普通华人留学生或者一个没人脉的打工人，这事能传出来吗？分分钟被压下去。可笑的是，媒体上很快开始冒出一些离谱到不行的传言，比如什么杨兰兰1秒钟支付4亿保释金，还说她名下有2700亿澳元资产。这种数字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问题就在这里，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在真实事件里掺杂虚假的噪音。他们故意放一些夸张到极点的数据，让大家的注意力全部跑偏。等官方再出来辟谣，大家反而松口气，哦，原来都是假的啊。然后真正的核心，杨兰兰的身份、背后的权力以及牵动的国际政治就被顺带洗白。这种手法他们用了多少年了？举个例子，前几年某个贪官落马，网络疯传说他家里搜出来几吨黄金，结果大家争论的焦点全是到底是不是几吨，最后官方出面辟谣说没有那么多，于是大家反而不再关注他真实贪污了多少，也不再追问钱去了哪。高，实在是高，先放假消息，再出面辟谣，最后连真相一起掩埋。杨兰兰事件就是这种经典操作。你想想，一个23岁的女孩怎么可能随手拿出2700亿澳元？那是整个澳大利亚 GDP 的1/10啊，荒唐吧？可为什么这样的数字会传播的那么快？因为有人想让它传播，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重点会被笑话给淹没。但你如果顺着时间线去看，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就会浮出来。杨兰兰出事是7月27日，仅仅几天后，8月5日，中共宣布解除对澳洲苹果长达15年的进口禁令。再过3天，8月8日，中国直接给澳洲矿业输血贷款20亿美元，注意是美元，不是人民币。这是不是太巧了？苹果禁令一解，矿业贷款一批，速度快得让人瞠目结舌。别忘了，这些东西不是随便一个小官员能拍板的，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级别的谈判与战略。苹果禁了15年，突然说解禁就解禁。澳洲矿业本来是中共恨得牙痒痒的领域，结果一夜之间变成友好合作。如果你不联想到杨兰兰背后的能量，那简直是对现实的侮辱。有人调侃说，杨兰兰撞一次车就能换来澳洲苹果解禁，再撞一次是不是能解禁澳洲龙虾？笑话归笑话，但其实已经点中了要害。一个23岁的女孩背后的家族能量大到足以撬动2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这还不恐怖吗？更离谱的在后头。你仔细想，如果不是那个电台主持人多嘴，在节目里说出来，这事现在可能压根没人知道。想象一下，如果受害者换成了一个华人移民，或者一个身份边缘的打工司机，结局会是什么？消息被封锁，案子被低调处理，最后连档案都可能不留痕迹。所以我们才要问，杨兰兰到底是谁？他背后的家族到底什么级别，能让中共在几天之内改变对澳洲的长期强硬态度？我来拆开给你看。第一，能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人，至少要有政治局常委家族的层级。第二，20亿美元的贷款调动的不只是钱，而是最高层意志，没有明确的点头，不可能过关。第三，速度之快，说明他家族的影响力不是过去式，而是当下进行时。换句话说，不是什么退居2线的老干部余英，而是仍在位的核心人物。名字也很有意思，杨兰兰，叠字名。这种风格一听就有权贵气息，
普通家庭往往会考虑孩子名字是否会被人取笑，是否适合在社会上打拼。但权贵子女不用，因为他们一出生就不需要顾及别人的眼光，他们从小被宠到大，取什么名字都不会有人敢笑。网上还有说他父母是务农的，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换个角度说，还真没错，他们确实在务农，只是农场姓赵，耕作的不是土地，而是14亿中国人。庄稼是韭菜，牲畜是牛马，收割随时可以进行。更可怕的是，收割完了还要让你感恩，说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那问题来了，像杨兰兰这样的龙子龙女，在海外到底有多少？我给你一个保守的估计，光是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的红色贵族子女就有上千人，每一个名下的资产都不是以亿计，而是以10亿、100亿计。而这些财富从哪里来？无非是从中国普通人一分一分榨出来的。就拿社保来说，中国人每个月都被强制缴纳，说是为了养老和医疗，但实际上这些钱多少真正用在普通人身上？去看看高干病房，一天的费用顶得上普通人看1年的病。部级干部的退休金，一个月能比普通工人1年的工资还多，公平吗？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平均寿命73岁，听上去还行，但你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把那些活到90多岁的高干和60岁不到就猝死的农民工一平均，得出的就是73岁真正的普通百姓。有多少人能熬到领退休金的那一天，交了一辈子，最后人没了，钱也没了？我在日本时，经常看到中国人来治病，有钱的住最好的医院，享受最顶级的医疗资源，没钱的只能在国内等死。器官移植更是赤裸裸的对比，权贵子女需要器官立刻能配对成功，普通人呢，等一辈子，等到死都等不到。这就是杨兰兰事件的真正意义，它不是一起单纯的酒驾事故，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国家最深的黑暗。你知道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哪吗？表面上是酒驾撞人，本来该是他个人承担的刑责，结果却变成了国家出面买单。中共怎么买单？用什么？用贸易，用贷款，用14亿人的未来。这就是赤裸裸的讽刺，一边在国内天天喊共同富裕，一边却拿国家资源去替权贵子女擦屁股。你看，这就是他们嘴里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是谁？当然不是你我，是杨兰兰这样的红色贵族。而且不要忘了，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么洗脑的？小学课本、新闻联播、各种宣传口号，日复一日告诉老百姓要爱国、要奉献、要艰苦奋斗。可他们的子女呢？一个个不是在美国读书，就是在澳洲开豪车，护照换成了外国籍，资产全在海外，让老百姓爱国，自己孩子却全是外国人，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杨兰兰23岁，你敢说她这一辈子真正工作过一天吗？敢说她创造过1分钱的价值吗？没有，她拥有的一切财富全部都是寄生的，吸14亿人血汗的结果。可就是这样的人能在澳洲呼风唤雨，撞了人还让国家替他收场。有人说这就是家族资本主义的逻辑，错了，资本主义至少还有一点规则，你有钱也要遵守法律。在日本，前几年某大企业的社长因为酒驾被抓，当场辞职，公司股价直接大跌，那是法治社会的反应。但在中国呢，有权有势的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能让国家机器为他们背书，这哪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一个彻底的红色贵族俱乐部。更可怕的是，他们非常擅长混淆视听。你以为那些秒付4亿保释金、2700亿澳元资产的传言是网友乱造的吗？不是，是有人有意放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你觉得荒唐，觉得好笑，然后干脆把整个事件当成虚构。可事实明明摆在眼前，车祸是真的，受害者重伤是真的，澳洲苹果解禁是真的，20亿美元贷款也是真的。那你再想想，这样的操作逻辑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告诉你，别管真相，别管逻辑，别管公平不公平，他们要的是控制叙事，他们要你怀疑一切，最后无力思考，最后接受现实。这让我想起一个细节，很多人吐槽说中国人出国买奢侈品像疯了一样拼命扫货，但真正的大客户其实根本不用去店里。像杨兰兰这种级别的奢侈品牌直接派人上门，最新款、限量版、定制版，想要什么送什么。那些普通游客在日本、新加坡抢购包包，实际上不过是在模仿权贵的影子。
而真正的源头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你可能会问，那这些钱都是怎么出来的？答案很残酷，钱是从普通人身上一点一点榨取出来的。社保是一块，医疗是一块，房地产又是一块，房价被炒到天上，工资永远追不上通胀，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连一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可他们呢，手里握着几十套豪宅，还在海外买地、买牧场、买游艇。更讽刺的是，普通人买房买不起，孩子上学更是难上加难，国内的教育资源被他们牢牢控制。好的学校、顶级的名额永远留给体制内的子女，普通人拼死拼活刷题，结果最后拼不过一个推荐名额，而权贵子女呢，成绩根本不重要，随便一个国际学校轻轻松松拿到海外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当你看到杨兰兰开着豪车在悉尼街头横冲直撞，不要以为这只是个个例，它只是冰山一角，是整个红色家族阶层的缩影。你看见它，其实就是看见了一整个利益群体，而他们的逻辑是14亿人都是他们的提款机，你缴的税，你交的社保，你买的每一斤油盐米面，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转化为他们的豪车、别墅、游艇、酒庄，甚至连你流的汗、熬的夜，最后都算在他们的财富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杨兰兰事件不是偶发，它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体制的虚伪和腐烂。但真正可怕的是，即使曝光了又能怎样？在中国，你敢说话吗？敢上街抗议吗？分分钟给你扣个寻衅滋事的帽子，人就没了。哪怕你只是发个微博，可能第二天就被请去喝茶。所以我才说，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变成了红色贵族的私产，14亿人就是他们的奴隶，就是他们的取款机。杨兰兰只是让这个事实意外地浮出水面。你以为这件事的终点就是一个女孩的车祸吗？不，这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戏是在冰山之下。杨兰兰只是那群龙子龙女的其中一个，她的出现不过是让我们短暂看到了一条裂缝，而透过这条裂缝，你会发现一个庞大的地下世界。先说财富转移，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这些年拼命管制资金外流、外汇管制、银行额度限制、跨境支付审查，普通人每年能换到的美元少得可怜。可是与此同时，那些红色家族的财富却源源不断流出去。怎么做到的？通过国企，通过离岸公司，通过虚假贸易，一笔20亿美元的矿业贷款，在账面上是国家对外投资，实际上呢，谁来监管？谁知道里面有多少被抽成，多少变成私人资产？再看苹果解禁，表面上是中澳贸易的善意，实际上呢，后面藏着多少利益输送？谁敢查？谁能查？这就是他们的高明之处，用国家的壳掩盖个人的胃口，用14亿人的名义把钱送到自己的家族账户里，然后再让老百姓唱歌跳舞，说这是外交胜利。荒唐吗？可悲吗？接着说国际布局，很多人还在以为红色贵族只是喜欢奢侈品，喜欢国外的豪宅，其实不止。他们在全世界布点，美国的基金公司里有他们的影子，加拿大的地产市场被他们炒到失真，澳洲的农场、酒庄大批被收购，甚至在欧洲，他们通过各种信托基金把资产藏得滴水不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中国真的爆发系统性危机，他们转身就能拍拍屁股走人。他们的孩子早就是外国人，他们的钱早就在国外，他们的护照早已准备好，到时候留在原地的只有14亿还在幻想共同富裕的人。再说权力的游戏，你以为这些龙子龙女出国只是为了享乐吗？不，他们在国外结交人脉，布局下一代的影响力，金融、科技、媒体、学术，哪一块没有他们的影子？他们在为未来做铺垫，即使有一天中共崩塌，他们的家族依然能延续下去。反观普通人，拼死拼活挤破头进个本科，背上一屁股房贷，还要担心医疗养老，就算你再努力，你的起点也永远追不上他们的终点，因为他们一出生就站在了终点线上。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离自己很远，但其实一点都不远。你交的社保，你买的商品房，你缴的每一分税，都在通过层层转移流向他们的口袋。你以为自己在为孩子打拼未来，其实是在为他们的孩子打工。最讽刺的是什么？他们掏空国家，却还要你爱国；他们在国外享受一切，却还要你喊口号；他们早已准备好退路，却还要你相信这是最好的时代。
杨兰兰酒驾撞人，表面上看只是个丑闻，但真正让人心寒的是她背后折射出的体系逻辑：财富垄断、权力世袭、法律失效、资源掠夺。它不是个例，它是一种模式。所以我才说，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4亿保释金是真是假，不在于2700亿是不是夸大，而在于为什么一个23岁的女孩能牵动国家政策？为什么一场车祸能换来15年的禁令解禁？为什么几天之内就能撬动20亿美元？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它不是它，它代表的是背后的那个阶层，而这个阶层才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你可能会问，那我们怎么办？现实是残酷的，普通人没有改变他们的能力，你能做的只有认清局势，别再幻想所谓的公平，别再相信所谓的口号，至少要知道游戏的规则从来不站在你这边。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刺耳，但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真相。杨兰兰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符号，通过它，我们看见了一个体系的腐朽，看见了一个国家的荒谬。最后，我想留下一句话：你们不是龙的传人，你们只是龙的饲养员。你们拼死拼活养出来的，正是那些在全世界挥霍的龙子龙女。而这就是杨兰兰事件真正的重点。